布林肯又拆中国的台，因为有件事除了我们，美国永远做不到，羡慕嫉妒恨也没用。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说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战略啊，还真是很有意思。布林肯才和别国第一次会面啊，这个就着急的想要挑拨他国与中国的关系，嘴上说的尊重他国开放合作的意愿，但字里行间尽是中国威胁。其实看得出来，布林肯又是拆中国的台。但有一件事只有中国能做得到，美国永远也学不会啊，这也是美国难以撬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压舱石。路透社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了汤加，进行了国事访问。但让人觉得十分尴尬的一幕是，布林肯在中国给汤加建的大楼里啊，一边称汤加呢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也不排斥汤加与中国合作也不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字里行间啊，确实是非常通情达意。但是另一边，美国还没装几句，就开始强调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抹黑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目的。但汤加方面听到之后，并没有响应布林肯所说的内容，反而说了一句：汤加并不担心与中国间的关系。美国人难道之前就关注过这些小国吗？如果不是中国先来这儿帮助这些太平洋岛国进行基础设施的援建等工作，美国人在地图上能叫得出这些国家的名字吗？你看，中国在前面探路，美国人想在后边坐享其成不说，还要抹黑中国啊，可以说是一点底线都没有的。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些小国遭遇自然灾害时，中国第一时间提供了援助，美国呢？所以说这些太平洋岛国面临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可能会被淹没。但是美国人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因为这些因素去控制吗？前段时间不是还爆出来美国明确不会给因为气候问题受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吗？而且美国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家里竟然还私自购买过碳排放量极高的私人飞机。大家都知道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加速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而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像汤加这样的太平洋岛国。美国的做法哪一点是为这些国家着想的？其实说到这儿，很多人就想问了哪件事儿除了中国，美国永远都做不到呢？为什么这件事儿会成为美国挖不动与中国与他国的这样一个墙角的关键？其实很简单，中国不同于美国，中国会充分尊重当地的法律和文化，在获得当地理解的情况下才会展开一系列的合作。可美国呢？美国政府不仅不会这么做，还会在当地扶植各种反政府武装力量，煽动颜色革命，利用宗教信仰制造冲突等手段来实现浑水摸鱼、趁乱介入他国内政，控制他国政府这与中国对待他国的这样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且高傲的美国人永远也学不会。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到处制造中国威胁，去屡屡碰壁的原因。这样的做法呢，也让中国正好戳中了美国的痛处，但越是这样的美国，就越想在中国后面搞小动作，达不到目的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人呢，只有趁早醒醒，回头是岸。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